Hello，大家好，我是 Flex，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EasyDeal。EasyDeal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类信息交易平台，它基于区块链来实现完全去中心化的交易担保服务，通过社区治理来处理交易纠纷和有害信息这类问题。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一套在 BSC 币安链上面的智能合约的 DApp。这套智能合约将来也可能会部署到其他链上面。然后 EasyDeal 自己的应用链，基于章鱼网络的应用链也正在开发当中。等到应用链出来之后，EasyDeal 的体验会更好。好，我们下面开始演示。首先输入 EasyDeal 的网址 easydeal.io。第一次进来的时候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同步一下链上的数据，之后都会很快。我们连接钱包，可以看到这就是 EasyDeal 的一个界面。这是一个纯静态的页面，直接与智能合约进行交互。这个静态页面也可以放到 IPFS 之类的去中心化存储上面。那么也就是说，它整个平台不需要一个中心化的服务来支撑。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链上数据已经同步了。我们作为一个新用户，我们第一次进来，我们先注册。我们点击注册按钮，输入我们的昵称，然后我们的社交媒体的链接可以是 Facebook、知乎或者微博都可以。然后我们在第一次注册的时候，这个社交链接里面需要包含一条关于 EasyDeal 和我们钱包相关联的一条信息。那么这个信息的样本，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复制的按钮，复制。我们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我们钱包地址和 EasyDeal 的链接。好，我们发送，然后把这个链接复制出来，你点击注册，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窗口说，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公钥去加密信息。这个公钥是通过我们钱包地址生成的一个专门用来加密的一个公钥，它主要是用来加密我们的交易信息。比方说，我们作为一个买家，在下单的时候填写的收货地址，或者说我们的可能是银行卡账号，或者说可能是钱包地址、邮箱账号之类的信息。那么作为一个卖家，我们的发货信息，这些都是通过对方的公钥进行加密的，只有对方能够解开，能够看到。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交易当中的一个隐私。好，我们点确认，提供，然后就会弹出交易签名的窗口。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我们点确认。好，可以看到我们这回已经进到交易对链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等待着平台的某个议员对我们的交易注册信息进行审核。我们这回切换回议员的视角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议员的账号，这是现在的议员的列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将来可能会有无数多个议员，这个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成为议员的。好，我们看一下注册对链，可以看到有这么一条新的注册信息，然后我们的议员会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是否是跟这个钱包地址相关联的。如果说没什么问题的话，他就会同意这次注册。
意愿通过之后呢，那么我们的注册就已经成功了。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账号信息，我们点击这个账号信息打开看一下，这里有我们的钱包地址，还有一个 logged with，logged with 这个就是一个锁仓的权重，这个锁仓权重的计算公式其实很简单，概括来讲就是数量权重乘以时间权重。数量权重呢，就是我们锁仓的数量除以平台所有用户锁仓的一个数量。时间权重就是我们锁仓开始到目前的一个时间，除以平台创世的到现在的一个时间，也就是智能合约部署的一个时间。那么通过这个简单的公式，就表明我们锁仓的数量越多，锁的时间越久，我们这个锁仓权重就越大。为什么说这个锁仓权重很关键？主要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锁仓权重在交易当中就类似于一个信用值，那么我们的信用值越高，在交易当中，不管是我们作为一个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就越可信，对吧？很简单。那么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锁仓权重直接与我们的每天的签到奖励，每天签到所获得的奖励相关。在我们平台，任何一个有效的用户都是可以每天签到获得免费的 ESD token 的。那么有效用户就是已注册的，没有被禁止的用户。平台，那么如果说某个用户在平台里面作恶之后被禁止的话，被封了的话，他就不属于有效用户，就不能够进行签到了。所以说大家要珍惜自己的账号，不要随便作恶。OK，那么我们再说回签到这个问题。签到奖励的话，现在平台的基础奖励是每天1个 ESD，然后签到的奖励刚说到直接跟锁仓权重相关，我们现在的锁仓权重是1，就代表着我们每天可以获得基础奖励乘以锁仓权重，获得这么多的 ESD token，这个是免费获得的。好，我们点击签到看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签到天数发生了变化，然后这里有获得1个 ESD 的奖励，我们可以打开钱包地址，在区块链器上面查一下。这个是我们钱包地址里边的交易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刚刚的一笔交易，这个交易触发了这个合约，签到合约获得了1个 ESD 的 token 奖励。OK，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一个签到。那么这个签到奖励除了跟我们锁仓权重相关以外，还跟这个连续签到的时间有关。连续签到，比方说我们连续签到了30天，那么我们这个连续这里的这个时间就会变成30。我们现在平台的规则是，连续签到30天之后，基础奖励会翻倍。这个规则是可以在议会里边所有社区所有成员进行配置的。OK，我们下次讲
社区治理的时候，讲平台治理的时候，再专门讲这一部分。我们再回到签到这一部分。那么刚说到我们连续签到30天之后，基础奖励会翻倍。如果说我们连续签到了1年，就是12个月，那么我们的基础奖励就是12倍。在这个基础奖励一个 ESD token 的基础不变的情况下面，那么我们1年之后每天签到的基础奖励就是12个 ESD。这个是在我们连续签到不断的情况下面。如果说我们在连续签到30天之后，突然有一天断签了，就是忘记签到，或者说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没有签到，那么我们在下次进行签到的时候，这个数字这个连续签到天数又会变成1，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基础奖励又会下降。所以说这个连续签到也很关键，大家要记得每天上来签到，获得免费的 ESD token。好，刚才忘记说，这个锁仓权重是大家在这里可以直接增加我们的锁仓数量，来提高我们的锁仓权重，然后也可以随时解锁。这个解锁的时候，我们的锁仓时间会被重置为当前我们解锁的时间。那么根据刚刚那个公式，当我们时间重置之后，很明显我们的权重就会下降，对吧？除了权重会下降以外，解锁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平台有几个身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数量的锁仓的要求。比方说我们的商户，目前是要求最低锁1000个 ESD 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一个保证金，这个是商户发布信息的时候一个强制要求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议员，在申请议员的时候也需要去锁大量的 ESD token。这个在解锁的时候，如果说低于某个身份需要的最低数量的话，那么也会失去那个身份。所以说解锁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好，我们刚讲完锁仓权重和签到奖励，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最关键的，也就是平台的一个信息交易的一个功能。好，我们看到首页，这个是平台的信息的列表，所有的信息的列表，然后这个是一个已关注的信息列表。这个已关注可以是指关注了某个分类，或者说关注的某个用户，跟他们有关的一个信息的列表。我们刚才关注的那个用户，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所关注的用户发布的一些信息。好，我们点击这条信息进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信息的一个详情页面。可以看到这个是信息的标题、信息的内容，还有发布人，还有下面可以进行讨论，关于这个信息的讨论。这个信息说他要用100人民币来换1000个 ESD，对吧？就是说他要出售100人民币来换取1000个 ESD，是这么个意思。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条是说他要用900个 ESD 来换100个人民币，那么这个角色就应该是一个买的一个角色，他就属于一个买方，对吧？好，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100人民币，我们有他需要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出售给他，可以卖给他，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 sell，这里会弹出一个窗口，里边说到他已经锁了这么多 token 在合约里边，就是说他已经先付钱了，就是已经把他的这个 token
都锁在智能合约里边了。这个是根据它的这个库存乘以它的这个价格锁在合约里边的。然后如果说我们发货之后，它确认收货之后，我们就会获得一定数获得对应数量的 ESD。然后这里有个链接，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就是有详细的介绍 EasyDeal 的一套机制。好，我们先点提交，提交这个订单。OK，这个订单提交之后，可以看到咱们这个交易订单列表里边就有了这么一个订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跟订单相关的一个信息，然后是我方的一个角色，相当于是我们是一个卖家，对吧？然后买家呢就是这个信息的发布者，就这个人，他的一个状态，一个总的金额，还有这个交易的备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卖方，如果说对方没有提供交易备注的话，没有提供他的一些订单的备注信息的话，我们是这个时候是不能发货的。那么就需要等待对方来提供一个交易的备注。好，我们这会切换回这个信息的发布者，切换回这个账号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红点，就代表有一个可能是某个订单的新的订单，或者说订单状态发生变化，就会收到这么一个通知，一个小红点的一个通知，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好，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的订单，你点开，点开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买方，这个账号是作为一个买方，在收到这个订单之后，可以如果说不同意这笔订单的话，可以立马点击取消。这个取消之后，我们可以取消看一下，这个可以立马取消。我们不接受这笔订单，就可以直接取消。好，取消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订单状态发生变化，然后对应的这个账号也会收到一个订单一个新的通知，就是订单状态发生了改变，变成了已取消。好，那么我们再下一个订单，我们再演示一下，我们再出售。好，我们这个账号又收到了新的订单，点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同意这笔订单的话，同意这个交易的话，我们就可以填写我们的交易备注，比方说我们的收款账号可以是我们的支付宝账号，比方说这是我们的支付宝账号，点击签名。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填写了我们的交易备注，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这里已经有了交易的备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发货了。然后我们先要看一下对方填写的备注，解开看一下，那么就是对方填写的支付宝账号，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假装我们已经给这个支付宝转了他要的那么多钱，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发货。然后我们发货的时候就填写我们的一个订单号，比方说我们支付宝订单号，
这里如果说是可以是物流信息，或者说是钱包的交易哈希都可以，就是一条发货的一个记录，是嗯，不管是就是只要是跟只要是能证明这个交易的一些信息都可以，或者说是某个截图的链接啊，这个都可以，都可以在这里面提。连接有点问题，请过会儿。好，我们这个时候点击发货，好，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账号这个信息发布方这边的这个订单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已发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点开发货信息看一下，这个就是对方的一个发货的信息。如果说确认收到了，我们确认收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话，确认收到了货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确认收货的按钮，那么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收到货，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货，对吧？我们就可以，这个涉及到交易纠纷，我们就可以就是提案去取消这笔交易。这个在我们后面社区治理的部分，我们单独来讲。OK，我们假设我们已经确认收到了这个货，点确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账号的也会收到一个新的通知，订单发生了变化，这个订单已被确认，我们的这个账户的余额 ESD token 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897。这个我们刚是有一个，刚刚是签到奖励获得了一个，现在是897。我们看一下这个，好，我们看一下钱包在区块链2期里面记录。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刚获得了896.4个 ESD，但是我们应该是获得900个，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有1.8个是给到了某个地址，然后我们自己是获得了896.4，那么这个1.8个是到哪里呢？是到这个信息的分类的创建者，就是平台的某个议员，只有议员才能创建分类。然后议员创建分类的时候，他们可以填写一个，可以设定一个费率，就是默认是2%，那么这个分类它的费率也是2%，就是说这1.8个 ESD 是进到了这个分类的创建者这个钱包里边。OK，那么还有1.8个呢，就是平台，就是 EasyDeal 平台收取的一个手续费。那么 EasyDeal 平台的手续费是可以在币汇这里进行配置的，这个是由整个社区所有社区的用户来共同决定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订单已经完成。嗯，这个是议会，这个是议会，就是我们社区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包括平台的很多配置和一些治理的行为都需要在议会里面进行操作。这个我们下次专门单独讲治理部分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一块。那么今天就是讲我们一个新的用户注册进来做一个普通的一个交易，就今天就演示这个部分。下次我们可能会再演示一下作为一个信息发布者
就是作为一个商户的一个，从商户的视角来演示一下。那么今天也是就到这里，谢谢大家。